那是萨达姆清真寺的宣礼塔，还有那个穹顶。哇，大家全都毁了。那边呢就是萨达姆的宫殿了。麦哈本，大家好 ，Welcome to Tikrit， 欢迎来到提克里特。提克里特啊是巴格达北部的一座小城市，城市环境非常好，比我之前去过的卡尔巴拉还要干净。这里呢就是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的故乡，是萨达姆出生的地方，也是他最后被抓的地方。从巴格达来提克里特的路上啊，司机小哥以及跟我一起拼车的当地人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萨达姆的故事。每经过一处和萨达姆有关的地方，他们都会给我介绍。هذاك صدام حسين هذا OK الآن خرب راحوا OK هذا صورة صدام حسين سابقا هذا 啊，这样 إيه 哇，前面那里就是萨达姆出生的村子，也是当年萨达姆被美军抓获的地方。在他被抓的时候啊，村子里面的房子大部分都被炸毁了，现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战后修复的。这个地方啊是在从巴格达去提克里特的路上，离提克里特市区啊只有20多分钟的路程。如果想去村子里面逛的话呢，可以包车前往，价格啊是2万迪纳尔往返，可以让酒店的工作人员帮你找车。This one إيه وان قصص معي بوابة دخول بوابة فقط هذا 前面那个建筑呢，就是萨达姆行宫的入口大门。这周边分布有大量的宫殿建筑群。其实啊，在伊拉克很多地方都有萨达姆的行宫，比如之前我们去过的古巴比伦的遗址旁边就有一座行宫。而提克里特呢，因为是萨达姆的故乡，所以这里的宫殿建筑更多。沿着底格里斯河的两岸，至少有35座保存完好的宫殿建筑。但是呢，这只是宫殿建筑群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大部分建筑在当年就被美军给炸毁了。而且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呢，一部分的美军军队就驻扎在这些建筑内。估计萨达姆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花了这么多心思设计的宫殿，结果是给敌人做了嫁衣，多么讽刺！这些宫殿大部分都在底格里斯河的两岸，但是目前呢，并没有开发成为真正的旅游景区，所以呢，只能在远处看看了。这个地方呢，是萨达姆父亲墓地所在的清真寺。在萨达姆被审判的时候被炸的，当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后来呢，又遭到了几次恐怖袭击，最后这个地方就被废弃了。这里好多陵墓，然后这个就是他父亲修的陵墓。现在的提格里特市区啊，大部分的建筑都是后来新建的，和萨达姆有关的建筑基本上都被拆毁了。但是有一个地方被保留了下来，那就是这座萨达姆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全称叫做萨达姆侯赛因烈士清真寺，因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萨达姆是为国牺牲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谷歌地图上面的评论啊，绝大多数当地人对萨达姆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尤其是在提克里特。这座清真寺呢，是在1990年根据萨达姆的持剑命令建造的，是提克里特最大的一座清真寺，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座萨达姆清真寺。外观上看，这座清真寺还是很气派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和伊拉克传统的清真寺的风格啊很不一样，看上去很简洁，也很硬朗。清真寺的外墙呢，有古巴比伦建筑的那种风格。不过这座清真寺从开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工，你们看，这大门口还能看到脚手架呢。但是呢，这里每天都有信徒来祈祷，是一座向穆斯林正常开放的清真寺。内部的配套设施呢都非常齐全，空间也比较大，但是目前只有这一层是开放的。我现在呢就在萨达姆清真寺的内部，虽然这个清真寺到现在还没有盖完，但是呢这里面的空间还是利用起来了。
而且已经有人在祈祷。但是他这个祈祷并不是说一整天都是的，它只是有一段时间是用来祈祷的，而且人也非常少。跟其他几个圣城的清真寺相比，这里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少。你看一下，就这么几个人。在穆斯林国家旅游的时候啊，经常能听到宣礼塔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那是召唤大家去清真寺做祈祷的声音。我之前一直以为那是录音的，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在里面叫，你们听。也许大家不知道啊，这座城市就在8年前还发生过一次惨绝人寰的事件。当时这座城市被 ISIS 所占领，有大量的普通老百姓被杀害。这墙壁上贴满了当时惨案的图片，其中最惨绝人寰的一次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旁边，当时有1700多人被 ISIS 的士兵杀害，并扔进底格里斯河里。这里有一段当时的视频，你们可以看一下。This includes dozens of men who were led to the edge of the Tigris, shot, and tossed in the river.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心情特别的沉重。但愿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这位母亲的2个儿子就是在那场惨案中牺牲的。另外，这里还有3尊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塑像。提格里特在2015年得到了完全的解放，这座城市的基础建设也基本上是恢复了，现在当地人的生活也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啊，走进当地的住宅小区，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在小区的广场上面活动，氛围非常好，感觉他们的生活都很悠闲。如果再来一段广场舞的话，那就和中国的小区没什么区别了。请允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上的时候呢，我还看了一场当地人的足球赛，这个足球场还蛮现代化的，你们看。Hello。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Hello。Is that there? The bench there. A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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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里除了想看看萨达姆的故乡，还想顺便去萨麦拉看一下传说中的巴别塔，就是这座塔了。不过啊，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巴别塔啊，这只是一座建于公元9世纪的大清真寺的宣礼塔，但是建筑外形非常奇特，是螺旋状的，很有特色。可惜目前正在维修中，只能在外面拍拍照了。我身后这个地方呢，就萨麦拉大清真寺的宣礼塔，也就俗称通天塔。这就是通天塔了，那旁边是清真寺，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在施工，所以进不去。他让我进去拍了2张照片，然后就出来了，就这个样子的。从这个地方看，现场看不是那么壮观了。说真的，这可能我离得有点远，要到底下去看才会显得很壮观。我在这个地方看，不是很壮观。
萨麦拉是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第3座圣城，但是进入这座城市呢，真的非常麻烦，和之前去过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那2座圣城呢完全不一样。不仅安检的次数比较多，而且进入城市的时候还需要扣押证件。扣押证件后会给你一张通行证，出城的时候凭借这张通行证取回你的证件。因为萨麦拉是一座没有普通居民的城市，只有信徒和神职人员，所以城市内没有任何的酒店。来这里呢，只能住在清真寺里面。目前唯一开放的清真寺就是伊玛目阿里哈迪清真寺，而其他的地方全都没有开放。这也是什叶派穆斯林非常重要的一座圣寺。这里呢是清真寺的内部，虽然没有之前去过的阿里清真寺那么豪华，但是这内部的装饰也是相当的不错了。看这个清真寺里面有多么豪华，都好虔诚啊！我不敢打搅别人。这个大厅呢，就是睡觉的地方。如果你们想体验一下在清真寺里面过夜，萨麦拉绝对是首选。交5000迪纳尔租这个毯子，然后第2天就5000迪纳尔是押金，然后第2天把毯子归还之后，他会退给你。都在这里睡觉呢。萨麦拉就在从巴格达去提克里特的路上，2座城市离着比较近，大概有40分钟的车程吧。从巴格达出发没有小巴车，只能拼车。拼车去提克里特是2万迪纳尔每人，拼车来萨麦拉是15000迪纳尔每人。如果从提克里特来萨麦拉的话是1万迪纳尔每人。巴格达拼车的地点呢是阿拉维北车库，而提克里特拼车的地点呢是在提克里特的老车库。而从萨麦拉返回巴格达或者提克里特，都在伊玛目阿里哈迪清真寺第1道安检口的外面，走到安检口咨询一下当地人就知道了。以上呢就是我在这2座城市旅行的记录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吧。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拜拜。请允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